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啤酒CJ。今天這支影片也要來快速的跟大家介紹改版後的風暴熊，還有災變熊的變體。那因為其實我昨天在 Twitch 開台開了26個小時，想要從142衝到143，因為衝到143應該是可以在前10。那我現在要拍片，我拍片如果沒有寫稿的話，應該是拍4個小時，但如果有寫稿的話，要拍15到19個小時，所以我這支片也不寫稿了，我就想到什麼邊講什麼啊。那我昨天大概有22個小時都一直在打143層，我一直都沒有過，我只有5次看到王，然後再給我30秒，我應該就過143層了，但我中間的 RNG 一直都不是很好，然後大概打50場才會看到王一次吧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打到中間直接被秒殺，不管是毒也很討厭啊，然後大火圈也很討厭，我最討厭護盾了，有一場超級順的，剩下3分鐘，我還剩下3分鐘，我再打2坨小怪，我就可以看到王了。結果我看到了3坨紅怪，都是護盾怪，然後我就跳了3坨怪，最後一個是黃怪，我想說拼了打那個黃怪，結果我就死了。哎呦，然後還有一場是還剩3分鐘，我也是再打2坨小怪就可以過了。結果我那張圖需要下樓梯，結果我下樓梯 bug 了，我必須出去再進去。哇，這個時間浪費超多的。然後那一場也是差一點點啊。總之我差一點143了，不過我現在要拍片，所以不知道能不能143。拍完片如果真的不能143的話，我看能不能142再往前一點吧。這個看起來很不妙，應該是要掉出10名以外了。沒關係，我們還是來拍片吧，總是要對自己的風暴熊負責。下次改版修好快照這部分，我那天在外面看到了這個新聞，我其實蠻生氣的，因為其實也不能生氣啊，但是有蠻多 bug 都沒改，居然先修了這個，那也沒差啦，我就回來。我那天一回家，我就馬上去測試，看有沒有什麼新希望、新發現。然後呢，被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，也是 bug。那其實這遊戲 bug 就很多嘛，像撕碎狼也是有大德鲁伊，狼可以吃到熊人的額外的傷害，所以你看他們都會把大德魯伊放在項鏈，因為這樣等於再額外多一個90%。那沒關係，我們沒有快照了，雖然真的可能就沒有辦法打140幾層了，但是這個流派在沒有快照的情況下打130幾層是絕對沒問題的。然後還有就是打墨菲斯托，你都可以打130幾層的，墨菲斯托一定是更沒有問題的。那天聽到消息之後，我就跑來訓練場待了6個小時，我想看有沒有其他各種的可能，結果被我發現那個有趣的東西，就是爪擊比風暴雷擊還要強。就是如果你的裝備跟我一樣的情況下，我覺得應該是裝備不太好的時候，風暴雷擊是比較強的。但是當你攻速有到一定的水準，像我現在攻速是87%的情況下，那因為這次的攻速真的很難撐到100%。然後我就直接帶爪擊，加上爪擊的20%的施法速度提高。那因為我的靈力其實是夠用的，配上艾瑞達在打群怪的時候，靈力是夠用的情況下，所以我就帶了爪擊。那爪擊確實是比風暴雷擊在我的裝備等級的時候是比較強的。那另外一個發現是，伊菲的修蠻圖騰居然可以用在熊人身上。你會想說，灰熊狂怒現在屬於狼人技能，並可以使你變身為凶蠻狼人，那我現在不就是狼人形態嗎？我應該要狼人形態，對不對？沒有錯。那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東西，就是如果我現在是用風暴雷擊，然後我開熊大，它會自動轉成爪擊，對吧？但有趣的是，我如果爪擊硬把它用成熊人，它是可以維持熊形態的，所以我可以吃熊的巔峰盤，我可以吃熊的套裝，但我現在可以拿到凶蠻狼人的額外125%暴擊傷害，所以只要你的凶蠻圖騰的上面的詞條都不錯的話，那一定會比一般的傳說圖騰還要強。所以我現在
可以就是再拼143層，主要是換了這個東西，然後還有換了爪擊，因為爪擊本身也很強哦，爪擊自己本身的傷害就已經夠高了，再配上必然怒火，是可以看到我有看到1.5斤的傷害，所以不過快照沒啦，但沒有快照，我們這個熊的流派還是很強的，就是如果你換上比較彈一點的裝備的話，基本上堅韌900、1000萬是跑不掉了。然後裝備全部防具都是放防禦的，像我現在頭盔放的是对5組的敵人造成的傷害提高50%，那他就没有防禦，他少了蠻多件防禦的。我防禦只有胸甲跟沒有，我防禦只有胸甲，所以你看到我防禦沒有那麼高。但我如果褲子跟頭盔都拿去放防禦的威能精華的話，那基本上這個堅韌是可以1000萬跑不掉的。再來，熊寶寶們就是新手們，在裝備很爛的情況下，我們要怎麼打贏墨菲斯托？那我為了要模擬熊寶寶們，我的裝備用比較爛的裝備，這已經是我能找到的比較爛。我覺得你打 T12至少要有這些裝備。那我符文全換掉。這個也換小符文，然後這顆隨便好了，就這個了。好，我就這樣。然後武器你至少要有一個暴擊傷害加成。我這把武器是真的不錯啦。所以我現在模擬我的爛裝，我爛裝，但是至少還是有25，我們還是基本給 T12的墨菲斯托一點尊重。那因為我的手套真的太好了，我也懶得做其他比較爛一點的手套。我先給你們看一下我的裝備，我的項鏈就1太鼓而已，然後磁條就是其實你們有材料都做得出来，然後熊戒我也特意去用熊戒，而且裝備其實真的很爛，因為下面2條是全錯的，然后我的决心傷害甚至沒有滿，它就是一個12%啊。戒指好吧，我的戒指好像有點好，沒關係，我戒指好像有點好，但是我要幹一件事情，然後我的圖騰也錯一個磁條。好，我現在直接讓2個雕紋，我2個雕紋拿下來不放了，這裡跟這裡。好，我們有看到我現在2個雕紋沒放，我們直接去打墨菲斯托，看能不能打贏。如果是不太會玩的新手熊寶寶們，你們要做的事情就是盡量的跟我身上的裝備磁條一樣，然後精華用一樣。如果有很多個不一樣，那就是傷害会低是正常的。出发，那我們一進去先躲招，然後一樣先這個我們猜應該還是會有快照啦，因為凶暴的快照應該照的也是沒砍的，他應該是只有砍5件套的快照。好，我們凶暴有4層了，然後我們就在4層這個凶暴的時候按下閃電風暴，然後開始放大絕。打他！那我現在是讓2顆雕紋的情況。我用小熊戒一般的，然後好，他死了，一樣是沒雕紋，讓2顆雕紋，然後我的圖騰。少一個傷害磁條，那因為我的手套真的是很好啦。然後這邊先躲2次，這個哇，我大絕還沒好，那我先不理他。好了，開打，完全不動，我沒有要動的意思，我就是要打死他，不是他死就是我死啊！我在實況上測試的時候是可以直接打死他的，那可能就是剛好沒有跳大的傷害。那我現在沒有熊大了，所以有點危險，還是可以啊。好啦，所以我們現在模擬熊寶寶。我現在頭盔直接用減傷，所以我頭盔不是用傷害的精華了，然後我的胸甲也是隨便用了一個我以前在用的精華，這個不要學。
然後我的褲子也很爛，就是決心褲，那這件事很好，沒有錯，但是不影響我們打王的傷害。OK， 沒有問題吧？就是很爛，還是可以打 T12的。那我們墨菲斯托的問題解決了，因為很多人都說沒有快照，到底這個流派還可不可以只打賽季旅程？可以，你可以自己選擇，你要傷害多一點，還是你要防禦多一點？你要防禦多一點的話，你就是頭盔、胸甲、褲子不要穿提包特了，你就是穿一般的褲子，那一樣就是意志、生命值上限、護甲值、全元素抗性這幾個就可以讓你更坦再更坦。所以我們的風暴熊沒有問題吧？那再來就是災變熊，我們災變熊也有新玩法，我們這個雙手放開。OK， 我們的新玩法就是我把隨便一个。我把那個掠壓拿掉了，換成踐踏。那為什麼我會很推薦這個災變熊？災變熊打王真的是很慢，可是它清浪潮跟清升華地城真的是非常的舒服。我們來看一下，我表演一次，讓你們看我打升華地城。好，災變熊完全不用卡快招。大家如果很討厭卡快招的話，那就是玩災變熊跟撕碎狼，那也沒問題。那撕碎狼有一個問題，就是它真的移動太快了，所以很難邊打邊看劇。那這個流派到底為什麼我會那麼推薦啊？就是它可以邊打邊看實況是沒問題的，我只要一直前進就好了。所到之處寸草不生，就是這樣子。他其實只要走過去，怪就會死光了。他是打到你熒幕範圍外的怪，他打太遠了，所以我們在農升華地城的裝備或是材料補幣錢的時候，你就是邊看劇邊走路。那我們現在加了一個新技能叫踐踏，踐踏除了一般趕路的時候會比較快，它還有另外一個很猛的地方叫做。它踐踏有一個分支叫做蠻力，踐踏對第一個目標造成500%額外的傷害，然後每擊中一個目標，此加成便降低50%。那重點來咯，我們在放踐踏的時候，災變居然吃得到這500%的傷害，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用災變得來農裝的話，我們可以用這個踐踏，這個打王就更快啦。而且我們這個流派剛好 CD 很短。因為我們有哈嘍嘛，不是，因為我們全身上下都附冷卻時間縮短，然後這個踐踏的 CD 就很短，剛好很適合這個災變的。災變熊15號改版是沒有任何改動的，大家還可以繼續用。那風暴熊會改的就是無件套的快照沒了，那可是還是可以打130幾層，就我的裝備來說的話，所以想要用風暴熊防禦很高的享受 T12 的世界，這件事情是絕對沒問題的。但如果你是要衝層的話，像我143，可能改版之後就沒有辦法了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改版前送給大家的改版小整理。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，可以在留言下方。大家留言我都基本上都有看啦，然後甚至可能過了1個月、2個月，你留我看到了，我還是會回答你，這是沒有問題的。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是啤酒 CC，我們下支影片見，拜拜。